1949年8月18号，毛泽东写下了那篇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后来这篇文章被编进了中学语文教材。为什么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听到了美帝、国民党和台湾就很容易心生反感呢？从小就学习的这篇文章就是根源之一。在这篇文章里，司徒雷登完全被描绘为反动派的代言人。毛泽东说，这个人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但事实呢？站在今天回头看，我觉得司徒雷登才是最后一个真正有身份、有信用、有意愿去弥合中美关系的中间人。他在1949年所经历的那些事儿，对于理解今天中美台三方关系的现实和未来，都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我们的故事就从别了，司徒雷登里的那句话开始。毛泽东语带讥讽地写道：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1949年4月25号，南京，清晨6点45分，司徒雷登还没有完全睡醒，12个持枪的解放军士兵已经冲进了美国大使官邸。他们问司徒雷登住在哪里，随后走上楼梯，直接推开了卧室的门。先闯进来的士兵声音很大，有点粗鲁，后面的人稍微客气点，说只是进来看看。他们站在床边，随便翻看房间里的东西，旁若无人地议论这些家具以后是不是应该归人民所有。一名美国使馆人员想进卧室，被枪口逼回了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的司徒雷登72岁，他出生在杭州，是美国公民，做了27年的燕京大学校长，认识大批国民党官员和知识分子。3年前，杜鲁门总统特使马歇尔推荐他出任驻华大使。现在打进南京的共产党干部里也有他的学生。美国国旗还挂在院子里，国民政府已经离开了南京，新来的政权不承认他原来的外交身份。从这个清晨开始，司徒雷登要弄明白一件事儿，他究竟还能代表谁？司徒雷登能成为驻华大使，本来就是一个特殊安排，他不是职业外交官。马歇尔看重的是他在中国积累了几十年的私人关系，使馆的日常事务由其他人打理，司徒雷登的任务就是利用自己在国共双方、知识界和教会里的声望，协助调停中国内战。他最有效的身份其实不是大使，是燕京大学校长。在燕大的时候，每届学生毕业前，他都会把他们单独请到家里喝茶，谈上20-30分钟。学校里有虔诚的基督徒，也有公开的无神论者，有国民党人的子女，也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有人后来回忆，地下党的活动地点就在校长办公室附近。司徒雷登反对共产主义，但左翼学生参加抗日运动的时候，他也没有按照教会董事的要求把他们压制下去。他说，如果国家面临危机，燕大学生毫无反应，那才是教育的失败。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期间结下的庞大师生网络，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会频繁地显现在大使馆、南京军管会以及北平的政治电报里。在他的网络当中，我们会重点提到2个人：傅金波，后来成了司徒雷登的秘书、翻译，也是他最重要的政治联络人；黄华，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是他和中共沟通的传话人。让我们回到1949年年初，1月21号，蒋介石宣布隐退，并没有正式辞去总统职位，在党、军队和财政系统里也仍然保留着影响力。李宗仁成为了代总统。当天，李宗仁就派代表去见司徒雷登，请美国支持新政府，帮他摆脱蒋介石的牵制，推动跟共产党和谈。谈话里，
那位代表还提到，李宗仁方面也和苏联大使接触过。李希望斯图雷登向华盛顿证明，他可以取代蒋介石，也可以在美国和苏联之间找到一点余地。后来，根据这位代表的转述，斯图雷登当时的反馈是，蒋介石已经完了，李宗仁也没有能力，共产党的胜利几乎是无法阻止的。而就在几年前，斯图雷登一度公开自己坚定支持蒋介石，他欣赏蒋的纪律、反共立场和基督徒身份，也曾经相信蒋能够给中国带来统一和改革。但内战最后这几年，他发往华盛顿的报告越来越尖锐。他承认国民党的腐败已经不是撤换几个官员能解决的问题，军事援助要是不带着改革，只会被继续浪费。蒋介石本人也越来越成为和平谈判的障碍。自从蒋介石隐退以后，公开材料里再也没有他和蒋会面的记录。2月，美国国会里仍然有人要求杜鲁门政府大规模援助蒋介石，斯图雷登却提醒华盛顿，无条件的援助只会延长失败，还可能制造更多的反美情绪。他的意思很明确，仍然担心共产党会拿下全国政权，但他已经不愿意再用美国的力量把蒋介石送回南京。开春之后，国民政府的机关陆续南迁，斯图雷登没有跟去广州。华盛顿同意大使馆留在南京，保护美国侨民和机构，观察共产党接管，也保留未来接触的可能。但斯图雷登还提出了另一个要求，他希望同共产党接触的时候，不只用美国大使的身份说话，也用一个在中国生活了50多年、支持中国独立和民主的个人身份说话。国务院没有给他这个自由，华盛顿只批准了一套谨慎而有限的说辞。但很显然，斯图雷登也没打算使用这些场面话。4月23号，解放军进入南京，2天后，解放军的士兵就站在了他的床边。从这以后，美国使馆开始处理一连串的小事儿，车辆要重新登记，印章是否还有效，需要重新说明。美国人如果要离开中国，需要办新的手续。斯图雷登的日记里说，使馆原来有大约100辆汽车，经中共登记之后，只批准使用5辆。5月6号，斯图雷登派秘书，也就是曾经的学生傅静波，去找了另一个曾经的学生黄华，当时是解放军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处长。傅静波转告了黄华3件事。斯图雷登承认自己过去对国民党的判断有失误。国民党撤离南京的时候，希望他一同南下，但他选择了留下。美国的对华政策正在变化，由一个熟悉中国的老校长继续处理，可能比换一个陌生的大使更好。黄华没有讨论，他需要听从中央的意见。5月13号，黄华第一次拜访了大使官邸。斯图雷登先提起了几周前解放军闯进卧室的事，那是一场可大可小的外交事故。斯图雷登选择了轻描淡写，他说那些年轻的士兵只是看了看，没有拿走任何东西。黄华则公事公办地告诉他，在新中国跟外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前，原国民政府承认的外国使节不再享有外交特权，他们的人身安全会受到保护，但身份只是普通的外国人。这句话相当于单方面取消了斯图雷登的外交身份。斯图雷登或许想进行一场师生式的谈心，但他面对的只是新政权的外交干部。在黄华出发到南京以前，上级就特别交代，要利用燕大校友的关系接触斯图雷登，摸清美国的意图。周恩来还特别提醒，谨慎行事，及时汇报。这些举动无非就是在给黄华打预防针，怕他受到师生情谊的影响。再后来的几次会面，双方谈到了青岛的美军、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上海的物资，也谈到了贸易和将来的外交关系。斯图雷登提出，美国在上海留下了一批棉花和仓库物资，能不能用来帮助恢复中国的生产？黄华回答，上海被接管以后，这些东西本来就归新政权控制，不能再把它们包装成美国给中国的恩惠。每次会谈结束后，
黄华都会把重要的谈话内容报送中央。6月，傅金波开始向黄华打听另一件事：司徒雷登能不能去北平？公开的理由可以是访问燕京大学，由燕大校长陆志伟出面邀请，司徒雷登以老校长的身份回到学校，在那里，他或许能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消息传到了北平。28号，黄华转告司徒雷登，毛泽东和周恩来欢迎他来，交通和护送也可以安排。黄华觉得飞机需要另外协调，也会有被防空系统误伤的风险，不如坐火车从南京到北平，路上不到3天。很快，司徒雷登身边那张燕大关系网整个都动了起来。傅金波在南京来回传话，还有几个老朋友能进出北平，替他向中共高层带话，也有人从北平回来，带回那边的口风。6月30号，司徒雷登给美国国务院发去了一封长电报，他先解释了自己为什么应该去北平，因为这样可以直接了解中共高层的意图，并向他们当面解释美国的政策，尽量减少双方误判。与此同时，还能观察中共内部有没有更看重中国民族利益、对苏联有所保留的人。也许这样的机会不会再有第二次。接着，他又把这次访问可能造成的问题也一条一条写了出来。这会抬高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国际地位，也会被理解成美国正在倾向于承认新政权，会在美国国内引发强烈的批评，还会破坏西方阵营都还没有正式接触中国的共同姿态。但就在司徒雷登发出电报的同一天，毛泽东先摊了牌，他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公开宣布新中国在国际政治上必须一边倒，站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毛泽东排除了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把话说死了。也就是说，2天前，毛泽东邀请司徒雷登去北平，并不是准备离开苏联转向美国，政治上的阵营已经选定，只不过新政权仍然需要判断美国会不会继续援助国民党，会不会军事干预，当然也需要西方的贸易、技术和外交承认。司徒雷登显然没有看透这一层，他知道中共正在靠近苏联，但他仍然相信有机会可以改变这件事。巨变发生的第2天，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回电，否决了这次访问，主要理由就是司徒雷登自己列出来的那些。艾奇逊在电报结尾明确指示，任何情况下不得前往北平。美国方面也收回了司徒雷登的行动自由，但司徒雷登把电报收进了文件，他仍然在请人从北平把消息带回来。6月底到7月上旬，陈明书等老朋友陆续把中共高层的意见带回南京。美国人的档案当中还保存着陈明书提交给司徒雷登的一篇长篇谈话备忘录。备忘录里这样写着：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高层肯定司徒雷登长期办教育，也提到他在抗战中被日本拘禁的经历，但中共的态度也很清晰，政治上必须严肃，经济上可以往来，新政权不会因为想跟美国做生意就改变政治方向。7月14号，司徒雷登写了一份札记，谈未来美国的对华政策。他分析说，美国不应该对中共的本质抱有任何幻想，他和马列主义已经完全融合，组织高度集中，跟苏联关系密切，但他仍然相信中国的民主主义、文化传统和经济现实最终会限制住苏联式的道路。他在文章里写了这么一句话：在中国，公众判断一个政府是好是坏，取决于米价。他还主张美国应该继续利用贸易、信息、教育和宣传影响中国社会，扶植所谓的自由主义和反苏力量。司徒雷登能看到中国人真正关心的是饭碗，与此同时，却也仍然相信美国可以教会中国怎样选择自己的未来。8月2号，彻底无能为力的司徒雷登离开了南京。美国官方电报记录，他当天抵达冲绳，随后的路线是经过关岛，抵达珍珠港。他原本打算坐火车往北，回到燕园，最后
却一路向东，回到了美国。8月5号，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中国白皮书，1000多页的文件要向美国公众解释国民党为什么失败，美国为什么没有丢失中国。司徒雷登之前作为大使发回来的报告被大量的采纳，但并不完整。他批评国民党腐败，判断政权已经无可挽救的报告被采用的更多，但他多次要求美国采取更积极的政策，援助、改革、联合政府、继续介入等等内容，却很少采用。白皮书里的那个司徒雷登是要用来向美国人民证明，美国政府早就看清了国民党的问题，也证明美国已经尽了力。13天之后，新华社发了一系列文章来回应这份白皮书，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就是其中之一。他完全没有提到和美国人的私下沟通，更没有提到是自己先摊的牌。他骂司徒雷登不过是要证明自己的政治选择。美国国务院和毛泽东都按照各自的需要塑造出了不同的司徒雷登，而在国民党看来，司徒雷登的形象则更加复杂。他是一个曾经支持蒋介石，后来反对继续援蒋，最后还要留下来接触共产党的美国人。回到华盛顿以后，司徒雷登没有马上被冷落，他见了杜鲁门和艾奇逊，国务院、军方、情报部门和中国问题专家也在继续向他打听中国的情况，但上头明确要求他避免接受记者采访，公开演讲也必须经过国务院批准。顾维钧有一个观察，他说，司徒雷登似乎想对所有人友好，又想避免显得站队。面对不同的人，他会强调同一件事当中不同的一面。其实，在燕京大学期间，司徒雷登的工作方式就是这样：先让对方把话说完，让对方相信自己被理解了，再从对方能够接受的角度慢慢推进对话。这套方法曾经长袖善舞，让教会董事、中国教授、左翼学生和国民党官员能够在同一所大学里安然共处。但是到了1949年，作为美国大使，面对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政府，在政治局势日趋明朗的情况下，同样的工作方法就被理解成了左右摇摆。11月30号晚上，司徒雷登搭列车从辛辛那提返回华盛顿，在餐车里，他感到身体不舒服，没有吃晚饭就离开了。第二天清晨，列车工作人员在男洗手间里发现了他，他已经失去了意识。工作人员查看证件，才知道倒在那里的老人是美国驻华大使。中风让他半身瘫痪，也严重破坏了他说话的能力。后来，只有傅静波还能听懂他想说什么。1950年6月，司徒雷登的生日将近，仍然躺在医院和病床上恢复。有人向蒋介石请示，要不要以蒋的名义送一篮花。蒋介石回答：不送，朋友关系也结束了。这个曾经同时坐在蒋介石、黄华和艾奇逊面前，相信自己能把三方的政治意图翻译给彼此听的中间人，再也没有回到过中国。再后来，中国、美国和台湾三方没有彻底断绝往来，也没有停止研究彼此。外交官、学者、情报人员和战略专家知道了更多的数字、文件和政策，也更加专业，但他们再也无法拥有司徒雷登的特殊性。你想想，杭州出生，美国国籍，燕大校长，传教士，国民党的朋友，共产党的对话者，不会再有一个人同时拥有如此多元的身份。这些身份让他能在那个混沌不清、多方博弈、暗流涌动的中国游刃有余。但当政治格局开始变得清晰、稳定而且对立之后，一个完整的人就被彻底撕裂，放进了三套互不相容的历史叙述里。坦白讲，1949年别了司徒雷登之后，我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和他相似的人。如果大家觉得还有谁能真正担当中美台之间的斡旋角色，请在评论区留言分享。最后，说一个我的小小发现，当做彩蛋。
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文章里，拿闻一多举例来说明中国人的骨气。他说，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但后来，在编语文教材的时候，为了不和毛泽东这篇文章的立场发生冲突，对同样编入教材的闻一多的最后一次演讲进行了删改。删除的是什么呢？我念给你听。闻一多说，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也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就这样，在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的集体记忆里，毛泽东笔下的司徒雷登被保留了下来，而闻一多笔下的司徒雷登消失了。追猎中国标本，凝视人的处境。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频道，下期再见。